我其实只想安安分分的做个健身博主呀，可是油管的舆论环境对我们中国人的确不太好。今天又有人问这个唐山烧烤店事件，还有人为此争论，所以说我不得不发表一下我的一个算是聊天吧，算是结论吧，算是总结吧，因为我看油管上还没有好像女性在聊这个话题。那么我有以一个普通女性的角度去聊这个话题吧。那我们就开始吧。我呢，在频道里多次强调，我是一个看武侠小说长大的外貌。就是看武侠小说呢，就是这个武侠小说，可以说它的一些那个精髓，武侠小说的一些嗯精神，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脊梁。所以说，虽然说我不是一个爱国主义博主，也不是自干五，但是真的好像你只要在油管，你就避免不了有一些人他要故意的去抹黑中国，故意的说一些反那个就是说反共产党啊，就是反中国的一些话，就是让人就是感觉到心里不舒服。这尤其是对我这个看武侠小说长大的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这几个字的含义在哪里的。所以说，那我就是以这个角度来聊一下吧。我就不得不就是这个说一下这个话题的时候，嗯，其实呢，我也想博高一下我的频道吧，但是我还没有找到方向。也许是像比如说，假如说我能做一个宣传中国文化的，假如说我能影响一些人，就是说一些女性啊，在一些女性话题呀、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都是我愿意去做的。今天聊这个话题呢，主要从3个方面吧。现在呢，事实是唐山烧烤店事情其实已经告一段落了。好像昨天的时候新闻就有播，已经就是说，官媒已经报道了，就是受伤的女性呢，就是一个实际情况现在什么样子，而且当时涉案人员呢已经被关押了，就是暂时还没有被判，但是这个事件呢，那我们就是先给他定性定调。之所以要定性定调呢，就是说防止有些人或者有一些舆论、有一些媒体过度的去炒作、过度的去利用，就是定性定调，就是它肯定是一个违法事件了。在油管，就是说任何一个中国的大陆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违法事件啊，或者说一个黑点呢，或者说一个污点，都可能会被无限的放大嘛。这让他们就是找到了机会。大家都知道，拜登在这方面是投入了很多钱的，所以说呢，你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会要炒作这些话题。我在 REDDIT 上看到了这样的社区不止一个，不止几万人，都在围绕着这个安全呐，去围绕这个话题，围绕这些事件去做，围绕这些事情，更不说那些女权呢，是他们之所以你就是说这个定性时间慢呢，或者是说就有时差，他们都会抓你这些就是这些争论点去做一些可能就是说对社会不好或者引起引爆一些热点的一些那个事情。所以说，我们既然认定它是违法事件了，然后就没必要怎么呢？就第一个就是没必要去煽动男女对立面。这个世界上其实就2种人了，男人和女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着，就是和谐。
就是要互相学习，互相配合，对吧？而不是说对立。所以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如果说你对立的话，那就目的就很明显，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先不说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就事实而言，中国而言还是一个，就国外而言，全世界都是这样子，还是个男权社会。你真的能救一下，所以说那些有一些女性就是说，好像就是就说话就像不动脑的，这个事情一爆出来就说他什么就打一巴掌打死那个男的呀怎么这样一脚踢死啊，或者什么瓶子就敲死啊，这些话都是没有动脑筋的。然后就上升到什么，中国男性就怎么样啊，男人就怎么样啊，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一副灭绝那个灭绝师太的样子。这个我觉得这都是一些脑残的行为啊。还有就是就不要上升到就是一个中国的社会安全。中国的治安安全呢，我也去过很多国家，我也在国外生活过，我知道国外的治安是什么样子。他们就是想把咱们这一点点不安全，就是推向全世界。但是其实都知道，你不管在美国，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是天黑了晚上6点钟以后，你都不敢出去。咱们中国相对的还是依然安全的。但是也感谢这些反贼们把这个事情曝光吧，然后相当于在监督着，就是中国的一些地方腐败呀，在监督着中国的媒体，在逼着咱们中国这些前进呢，做得好一点呢。所以这就是定性定调的目的，就是说，他法律既然是违法行为，在法律之上，我们就没必要去讨论这个人是好还是坏，就没必要去讨论这个女的晚上该不该凌晨去吃个串儿，该不该晚上走夜路，嗯，该不该晚上喝啤酒，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然后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是去争论这个女的到底该不该丢这个男的瓶子啊，然后就是争论就是这个男的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是违法行为的，这些争论都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说一件事情，它会让人去思考，让你去引起思考，或者引起社会思考带来的思考，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刚刚说的都是没必要进行去思考，这是定性定调的原因，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说的就是，可能这个第二个方面呢，又是打击到很多有一些那个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吧。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第二个就是争论最多的点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旁观者，或者说你是路人甲，你到底该不该帮忙女性？这个争论最多的就是当时的明星成龙就就是说就是说怎么中国那些男人怎么样啊？应该要站出来帮忙啊，怎么样？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些当时的这些旁观者的，就像正常的地方，我们在一个店里吃饭是吧？可能也没有人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几个人的行为吧，是吧？说话呀，包括说了什么话呀什么，就是看他们打起来了，都还以为他们是熟人或者怎么样，可能才开始的行为。然后只要打得很猛的时候，就是说打到很那个的时候，他们也不敢吧。我觉得人性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从人性的角度上去讲，它都是以自我为前提的。
就是没必要就上升到英雄主义。我觉得他是趋利，人性他是趋利避害的，因为在看到那种情况，那几个男的一看就是那种社会的混混的样子，对吧？五大三粗的，高头大马的那种，是不是？是几个女的，那肯定都有一个趋利避害的。有的人是想看一下，可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想观望一下。如果说是我在当时的话，我也不会帮，可能我都不会看，我只能，可能我可能哦，我只是可能真的，我觉得我是挺讨厌那种马后炮的。也许做的更好一点的，我可能是都不会，当时说不定打起来的，真打起来了，我都不敢旁观了，说不定我站在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报警的，我可能这都是比较理智的行为吧，是吧？我是认怂的，说老实话，当时，因为毕竟有那么多男的，对不对？但是也许如果说真的是这个事情当时有人帮的话，当时有人帮，也许这个女的不会受到那么重的伤，但是会不会演变成另外一种行为呢？那当时判案就会判双方是打架或斗殴了，那是不是这个事情的结果又是另外一种结果呢？所以说这个都不好说。我们就是说，也不要就是说马后炮这种行为的话，这种行为，除非就是说你能确保，就是说你能真的是能打得过他们的会是，因为他不止一个男的，对不对？这个还是需要有一种受过特殊训练的呀，或者是说，有那么几个男的敢同时出来的话，可能才敢吧。这是比较理智的一种行为。所以说，这个帮与不帮，虽然说在这个争议当中各占50%吧，但是我真的不好说哪一种行为就一定是对的，哪一种行为就一定是错的，只能说都可以理解，就是这样。那么第三点呢，我想还是从这个普通女性的角度，就是说个人保护上来说了，可能这个让有些女性的话，就是玻璃心又被破防了吧？为什么你们总是教我们女性要保护自己？为什么就没人教男性就是如何不伤害女性呢？或者如何怎么样？嗯，这种说白了就是，没错，我今天就是要教你的保护自己。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男女平等。我想告诉那些你所谓的女权就是这样子，只要女人还在生孩子，如果男人不能生孩子，这世界上就没有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有从科学的角度想，从力从力量上讲，从绝对力量上讲，正常的女性的确是弱于男性的。我是一个就是说以健康为主、以健身为主的博主，对吧？最近我有点感冒，因为那个男性的雄性荷尔蒙，它本来就是力量比，但是现在科学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说到底这个男性是比女性力量上强多少。只有人说啊，一个男性相当于2个女性，有人说相当于3个女性，还有说这个男性的这个睾酮素，对吧？它是比女性多，好像80800多少，反正就是高头上又是一个力量的一个象征。总之来说，正常的就是在绝对力量上这一块，女人就是搞不过呀，就是不行。所以说，那么就是在这个就是遇到这种就是说别人要侵犯你的时候呢，就是说理智性的做法呢，就是最好是不要激怒男性，
因为你的力量上占弱势嘛，对吧？除非你能肯定的认为你一招就能让制止住他，让他没有毫无反抗的力量，那么你才可以动手，不然的话，那你就会吃亏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目前来说比较一个理智的做法吧，还是以保护自己为先，然后就是说制止在言语上制止住他呀，或者是说，第一招先制止他，然后再呼救啊，或者是说然后再报警啊，怎么样啊？这种行就可能是可取一点。